聆听的朋友们你好，我是 The Night 刘雨欣。接下来的几期我会给大家介绍来自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苗族鼓歌。能歌善舞，服装艳丽，头戴银饰，这可能是大家对苗族的第一印象。那大家知不知道它的历史有多长？其实苗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、6千年前的炎黄传说时代。苗族人民迁徙在远古时代发生过多次，都是为了躲避战乱。在迁徙中，他们担心自己的文化被动荡的历史淹没，便想出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自己的历史藏在鼓歌当中。苗族鼓歌就是在这些原始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，因此苗族鼓歌的创作和传播都是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。为什么苗族历史这么悠久，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？据说也是由于早年间苗族人民在躲避战乱的过程中，为了避免民族秘密暴露给敌人，他们便将有文字记载的物品全部焚烧销毁。可后来族内的知识分子相继离世，苗族本来的文字也随之消失了。正因为苗族的很多历史文化都没有文字记载，所以苗族鼓歌更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宝藏。苗族鼓歌的内容包罗万象，不仅记录了宇宙的诞生、人类和物种的起源、开天辟地，还记录了苗族大迁徙、社会习俗、日常生活等等，可以算是古代神话的总汇。其中关于物种和人类起源的传说，砍枫香树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歌词中讲述了李老断案的故事。李老是古代苗族部落中主持公道的老者，苗族寨子中因枫香树惹出了矛盾纠纷，于是请李老来断案。第一次请来的李老一进寨子就叫杀猪打酒，他吃饱了喝醉了，由于舌头发硬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大家只好请另一位李老。这位李老骑着公虎来，十分威风，他一进寨子就叫打酒杀牛，他吃饱了喝醉了，昏昏而睡。后来大家请汪娥和丽娥当李老，这才断了案，砍了枫香树。枫香树砍倒了，奇怪的是，树根变成了布谷鸟和黄鹂，树梢变成了玉鱼鸟，树叶变成了燕子，树胳巴变成了蝉，木片变成了鱼种。这首鼓歌以诙谐风趣的风格，描绘了苗族部落联盟时期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及部族纠纷的处理方式，同时又对部分动物的起源做出了大胆猜想，而且歌词中也闪烁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芒。这些富有奇妙色彩的传说故事，是我们现在了解和走进苗族历史的一个窗口。如此珍贵的一项文化遗产，应当被我们代代传承下去。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所有年轻朋友能静下心来，多走进这些文化遗产。